男人就应该扛起钢枪保家卫国，弱鸡男只会唱跳 rap， 而我就是被誉为一人屠戮一整个佣兵连的华夏修罗。只因我3个月前意外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，成功成为西南边境哨所的一名边防卫士，并且获得一个签到系统，只要完成签到任务就能无限变强，而导致我这个华夏修罗觉醒的导火索，还要从一天傍晚的特殊卫队训练说起。当时的我吃过晚饭后便独自一人在营地训练，突然哨所方向一阵熙熙攘攘的枪声传来，我一愣，不好，出事了！我急忙掏出对讲机呼叫股长、老杨、老姜收到回话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回应。我立刻朝哨所狂奔而去，原本需要10分钟的路程，我仅3分钟便冲到哨所前。此时的哨所已经被大火吞没，周围都是滚滚浓烟。只见前方的空地上躺着的3人，他们浑身都是鲜血，但是双手死死地抓着步枪。我带着哭腔冲过去，不顾烈火的灼烧将3人拖出来，但一切都没有用。老杨和老姜胸口都被子弹打烂了，鲜血不停往外冒。我跪在伍长旁，双手用力按压着伍长心脏，哽咽地喊道：伍长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抛弃兄弟们，你的孩子还没有出生，你不能就这样死来啊！空中响起霹雳的声音，一道闪电劈过山岭，大枫树被劈成2段，旋即而来的是瓢泼大雨。在大雨中，我的脸上已经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雨水，赤红的瞳孔像是一头要发狂的野。突然，伍长咳嗽一声，喷出一口污水血。我激动扶着他，像看到最后的希望道：伍长，庆祝啊，你不会死！想想你要出生的孩子，你要当父亲了，我马上联系卫队。石卫国猛然抓住我的手臂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没用了，来不及了。小玲，告诉我媳妇，我这一辈子就是对不起她，下辈子我给她赎罪，做牛做马。还没等话说完，石卫国的心脏也停止跳动，身体越来越冷。我猛然站起来，仰天狂吼：为什么？如果伍长休假探亲，他就不会死，他就要当父亲了呀！雷霆闪烁，一丝闪光中，我双目赤红，愤怒的面孔连五官都扭曲了。突然，单兵通讯系统响了起来：3号哨所请注意，我是龙鳞突击队队长肖邦，现在有一伙要贩子正前往3号哨所，你们坚守岗位等待支援。收到回答。我拿起对讲机吼道：太慢了，为什么不早点通知？王八蛋，哨所的人都死光了！我没有过多理会，眼中充满了杀机。那些混蛋，我一定要血债血偿！肖邦吓了一跳：你别激动，他们不是普通的贩卖药品分子，你只是个新兵蛋子，过去只会白白送死。我现在以少校的身份命令你原地等待支援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冷冷地说道：首长，我不能执行您的命令，我就算被他们杀死都必须去报仇，我要亲手宰了他们。说完，我将通讯系统丢到一边，抓起一把虎牙格斗卫刀，然后将伍长掉落地上的步枪捡起。我看向3人的遗体，咬牙说道：伍长、老杨、老姜，你们的仇必须报，血债血还！说完便转身冲入林中。大雨滂沱，我的身影像穿梭在雨林中的幽灵，周围的恶劣环境对我没有任何影响。大概5分钟，我突然停下来，蹲在地上盯着看着地面，这里留着几个被雨水冲刷的非常模糊的足迹，一定是那伙人留下的。咔嚓，我拉动 AK 步枪的保险栓，身上滔天的杀气冒出，上腿猛然跃起，沿着有足迹的方向狂奔而去。奔跑几分钟后，我便在一棵青藤树上找到了线索，上面留下很大的足迹。随即我顺着对方留下的线索，选择更隐蔽的路线前进。很快就在不远处看到对方身穿吉利套装，手持 AK47，无法看到对方容貌。一名武装分子停下来，朝着前方同伴喊道：我先放水，刚才杀人太过瘾了，一直憋着，现在要离开了，给燕国留点纪念。另外一个武装分子低吼道：快点，燕国的特殊卫队员不是吃素的，很快就会追上来，我们还要保护老板的弟弟离开。放心，燕国那些人的实力也就一般般，外界传说这里是雇佣卫队员坟墓，太夸张了。刚才他们哨所中的人都是菜鸟，那个站岗的被我爆头，连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身形猛然一颤，握紧拳头。对方说的是老杨，果然是这伙人。强烈的杀意涌上心头。今天本来应该是自己站岗，可老杨为了让我多出时间进行体能训练，顶替了自己。这些杂碎！我的拳头不断握紧，将步枪背在身上，抽出虎牙匕首，无声无息地向对方靠近。此刻那名放水的武装分子刚提上裤子，只见右侧一道快如幽灵的影子穿透雨雾闪过，他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，我手中的虎牙匕首已经朝着他脖子狠狠地刺进去。呲！一道鲜血从伤口处飞溅而出，武装分子双手捂住咽喉处的伤口，鲜血犹如泉水一般涌出，然后又被雨水迅速冲淡。对方眼中充满对死亡的恐惧，挣扎的想要喊救命，可是张着嘴一个声音都发不出来。这是老杨的！我看着对方的尸体低声自语，手中的虎牙格斗匕首还滴着对方的鲜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前方一个不耐烦的男子声音传来：水蛇磨蹭那么久，怎么像个娘们似的？另外一名武装分子打趣道：看看去，搞什么鬼？被老大知道就麻烦了。然而一旁的丛林中，一把冰冷的枪口对准走在最后一名武装分子。砰！枪声响起，子弹以890米每秒的初速度狠狠地刺入对方的额头，发出类似熟透西瓜破碎的声音，头部的鲜血四处飞溅。这名武装分子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眼睛一黑跌倒在地上。见鬼！另外一名武装分子吓得连忙抬起枪口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在他抬枪的瞬间，我犹如一头冲出的猎豹，一脚飞向对方的裤裆。啪！类似鸡蛋破碎的声音。这名武装分子发出一声低沉的惨叫，整个人面部表情极度的扭曲。太疼了！不用怀疑，他已经
变成现代版的太监。他枪械搬动发出的金属声，这名武装分子忍着疼痛抬起头来，只看到冰冷的枪口顶着的头，他颤抖的身体。别杀我，我是执行老大的命令，我投降。无表情低吼道：“这是老姜的。”枪声再次响起，还没等这名药品分子发出最后的吼声，子弹近距离击穿对方的头颅，身体像一团烂泥跌倒在地。此刻的我身上的热血像是沸腾一般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报仇，杀光他们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突然远处有人向这边靠近，我双腿猛然用力，身形犹如一头猎豹冲入旁边的丛林。哒哒哒，密集的子弹透过雨幕激射而来，打到我刚才停留的位置，我只要慢上1秒，立刻便会被打成马蜂窝。只见一群全副武装的武装分子涌上来，当看到地面上2具惨死的尸体，一个个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一名体型尤为强壮的男子手持机枪，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，他正是这支队伍的头目，代号蜈蚣。蜈蚣冷漠地打量着四周道：“有杨国人追过来，不过就一个人，水蛇他们是被偷袭。”另外一名手下冷笑道：“肯定是哨所的漏网之鱼，找到他送他去见自己战友。”刚说完，枪声突然响起，一颗子弹直接从他的嘴里刺进，带着鲜血从后脑冒出大肚。闪开！蜈蚣惊出一身冷汗，大吼一声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，我竟然杀了一个回马枪。哒哒哒，7个武装分子一边寻找障碍物，一边对我所在的方向射击。他们都是杀手出身，作战的经验非常丰富。子弹呼啸而来，丛林里的我不停地躲避密集的子弹。很快，蜈蚣等人控制了场面局势。蜈蚣冷漠地喊道：“围上去，干掉他！”众人听到蜈蚣的命令，肆无忌惮地拿起 AK-47对着我所在的位置开火，利用猛烈的火力覆盖将我彻底压制。他们一人子弹射光后，另外一个人补上，如此循环，所以保证我没有反击的机会。一名武装分子大声吼道：“小子，有种出来啊！缩头乌龟怎么报仇？你们燕国人不是最讲义气吗？怎么现在认怂了？”其他的武装分子跟着哈哈的大笑。战场就是这样，一旦被压制，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，对方必死无疑。此时的我躲避在一棵大树后，然后往高大的巨树上攀爬。瞬间，我双脚顺着树干，头下脚上，整个人犹如软体动物窜了下来。这名武装分子叫嚣的喊道：“你就是这样给你的战友报仇的吗？燕国卫队员果然都是童子军。”突然，他猛然发现前面的半空中冒出一只黑乎乎的枪口，见鬼！这名武装分子灵魂都要冒烟，急忙抬起枪口，但是已经晚了。砰！子弹以初速980米每秒的速度呼啸而出，近距离射向对方。啪！子弹近距离爆头，鲜血四处飞溅。随着强大的冲击力，他身体跟着抛飞出去，重重地砸在地上。蜈蚣立刻反应过来，怒吼道：“干掉他！”他猛然调转枪口对准我的身影，我身形向前一窜，犹如猿猴一般抓住那名武装分子的尸体，挡在自己的前面。哒哒哒，密集的子弹狠狠打在尸体上，把他打成一个沙漏，鲜血不停地往外冒。随着我枪也从尸体侧方哒哒哒射出子弹，因为距离太近，他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便直接被干倒在地上。蜈蚣见自己的手下一个个都倒下，顿时急了，快速向我冲来。愚蠢的杨国人，去死吧！我眼眸中闪过厉芒，大吼一声：“来啊！”我很清楚自己的格斗术，面对这样的雇佣卫队员肯定打不过。但是严国有一句话：“狭路相逢勇者胜。”老子在技术上确实拼不过你，但是老子比你。顿时我双腿猛然蹬地，身形犹如跃起的猎豹冲向对手。噗！蜈蚣的锋利匕首从我的右侧胸口刺入，蜈蚣一脸骇然，吃惊地看着我。他没有想到我突然加速冲过来，直接撞到刀口上，刺入自己的身体。他想要拔出匕首，我突然向前撞，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硬是推着他不断往后退。见鬼！蜈蚣这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杀手，从来没见一个人像我这么不要命。下一刻，愤怒的我用染红的手拔出虎牙格斗短刀，刺向对方的脖子。死！锋利的匕首闪出一道寒芒，虎牙格斗卫刀狠狠刺入蜈蚣的喉咙，直接将对方钉在树干上。此时的蜈蚣感到喉咙传来一道刺痛，脸上布满了绝望。回想起来，教官跟自己说过，这个世界有一种卫队员，他们的实力不如你，但是干的事情比你还大还狠，别招惹这些人。当时蜈蚣还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这样的卫队员，这次他遇到便走掉。当然，此刻的我也伤得不轻，都快晕死过去了。部长、老杨、老姜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的仇我给你们报了。突然，挂在蜈蚣头顶的耳麦传来声音：“蜈蚣干掉燕国人没有？快来，我们看到边境线了。”我的眼中再次射出怒火，用冷漠的声音喊道：“他死了，你等着，接着就是你。”通讯系统那头的王统听到我冷漠的声音，吓得一个趔趄，差点抓不住通讯器，后背猛然冒出一道冷汗。王统身旁小弟也吓得连忙说话：“燕国是雇佣卫队员坟墓，我们不应该招惹他们。现在怎么办？连老大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”年轻的王统沉默了片刻，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随后愤怒看着4名武装分子怒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？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思？得罪又怎么样？现在快点离开这里！只要我们离开了这里，他们还能追杀我们到全世界吗？”另一边，一支穿着迷彩服的队伍脚步在丛林中响起，前进的速度非常快，正是肖邦带领的龙鳞突击队。狙击手回林突然蹲下，同时在通讯器里喊道：“金林，这里有尸体。”中队长肖邦接到通讯后便迅速冲了过去，地上躺着3具身份不明武装人员的尸体，其中1人致命的伤口在颈部，显然是被利器刺穿喉咙所导致毙命，另外2人则是被子弹近距离爆头。肖邦疑惑道：“都是一招致命，这个人懂得丛林袭杀，
他所选择的突袭角度和位置都非常好，偷袭的速度非常快，非常果断，是个高手。肖邦观察周围的环境，眉头微微缩紧。这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高手？继续前进。当他们连续翻过2座山峰后，又在一处密林中发现横七竖八的躺着的7具不明武装分子的尸体。观察后发现都是近距离爆头而亡。观察手辉林惊讶地说道：“这个高手的反应速度非常快，真是了不起，不会是哪个哨所里的新锐吧？”肖邦摇头道：“这样的手段怎么可能一个星位蛋子做出来？就算是我们任何一个，面对这种局面都未必能做到这么干脆利索。”突然，不远处传来声音：“快来这里！”肖邦等人闻讯快速冲过去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。一具武装分子的尸体被钉在一棵松树上，锋利的虎牙短刀刺穿对方喉咙，身上的鲜血已经被雨水冲洗干净。辉林打量了一下对方的面孔，惊呼道：“蜈蚣，国际上凶名赫赫的雇佣卫队员。作为国际上凶名远扬的通缉队嫌疑，曾制造过多次震惊世界的犯罪行为。但是这个家伙太过狡猾，而且战斗力强悍，整整5年过去都没能将他击毙，而如今却像狗一样被钉死在这里。”肖邦仔细观察地面的打斗痕迹，眉头锁紧道：“那个小子肯定受伤了，而且不轻，我们快点追上去。他现在就是去送死，这个家伙有情有义，不能让他死了。”他突然想到我之前说过的那些话，我的武长，我的战友牺牲了，老子要给他们报仇。肖邦当时还觉得我是意气用事，没想到还真杀死这么多武装分子，连蜈蚣这样雇佣卫队员都死在我的手里。在另外一边，王统在4个人的保护下，犹如丧家之犬朝着边境狂奔。突然，一名雇佣卫队员兴奋喊道：“前面就是边境了，看到前面灯光没有？是我们的信号，老板在那里等我们了。”王统激动喊道：“快冲过去，离开这里我们就彻底安全了。”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刺耳的枪声传来，一颗子弹直接打爆一名武装分子后面，对方发出声惨叫，身体向前倒去，正好撞向王统。王统猝不及防被撞得翻滚出去，吓得他也连忙尖叫起来。旁边另外一名武装分子惊恐喊道：“那个家伙追来了！”王统吓得都快尿裤子，连滚带爬的向前冲，快跑！剩下另外3人转身追上王统，用身体掩护王统撤退。一颗子弹突然冲出雨雾射来，稳稳命中一名武装分子，噗！紧跟着一道鲜血飞溅，这名武装分子无力跪在地上，双手捂住胸口，并且眼睛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，想要吼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。另外一名武装分子精神差点崩溃，对着前方的密林疯狂扫射。出来呀，王八蛋！突然一道闪电划过，将四周的黑暗驱散。2人惊恐地看着前方10米左右远的位置，站着一个浑身鲜血、双眼血红的男子，用枪对着他。2人吓得打了一个趔趄，差点没站稳。等他们反应过来举起枪时，已经晚了。哒哒哒，我狠狠地扣动扳机，子弹狠狠地扫向2人，瞬间2人的鲜血四处飞溅，身体倒在了地上。王统吓得头都不敢回，拼命地朝前方吼道：“哥，救我！快救我！跟着那个混蛋，他要杀我！”此时的王统后悔了，为什么自己要杀掉边防所的人？为什么要招惹这个魔鬼？王统疯狂地往前爬，在前面不到2米的距离，下面就是一个斜坡，只要自己爬过去就得救。此刻跌跌撞撞的我猛然抬起枪口，对着王统扣动扳机，一突，王统双腿传来一道刺捅，鲜血飞溅而出，2条腿被硬生生打残，他发出犹如杀猪般的惨叫：“哥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”作为要贩子的弟弟，王统平时嚣张跋扈，从小到大别说中枪了，都是他欺负别人。现在双腿中枪，伤口处血肉模糊在雨水的浸泡下，稍微动一下，立刻感受到肌肉撕裂的剧痛。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王统的面前时，双眼被雨水弄得模糊的王统立刻感到死亡的恐惧笼罩在心头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哥哥是王登，你杀了我，我哥哥一定不会放过你，包括你的家人朋友，统统都得死！很快，密集的脚步声在土坡下面响起，上百人的武装卫队疯狂地冲过来，枪口都纷纷对着陡坡下面。王统像是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兴奋地喊道：“哥，救我！是我！”我丢掉手中已经打光子弹的步枪，一把抓起王统，将他挡在自己的身前。锋利的虎牙格斗卫刀顶着王统的脖子，冲着下面的人吼道：“来啊，来啊！你们谁敢动，我杀了他！”唰，100多人举起的枪口都对准我。突然，一个略带沙哑而又严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停手！”所有人放下枪口，不过还是虎视眈眈地看向我。被刀架着脖子的王统喊道：“哥，快救我！一定要救我！”此刻，下面的人群中站着一名身穿正装的中年男子，脸色阴沉，身上透着一股让人琢磨不透的气息。此人正是王登，国际大药贩子。他的身后2名手下给他撑着雨伞，一人给他点上雪茄。王登吐出一口浓烟，然后抬头看向我。此刻我因为失血过多，视线都迷糊了，根本看不清楚是什么人，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告诉自己要坚持，报仇，给武长报仇，给兄弟报仇。王登略带沙哑的声音缓缓说道：“这位小兄弟，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放了我弟弟，我给你一辈子花不完的钱。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单独行动，算是违反纪律，你肯定被审判。这样，我给你5000万，你拿着钱就走。今天的事情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”我冷笑起来道：“你们杀了我的战友，5000万买命吗？”王登眉头微微皱起，作为国际大药贩子，他跟严国的卫队员打过许多次交道，清楚他们有多难缠。没想到自己这个弟弟年轻气盛，竟然动手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可是王统必须救，
他是自己的弟弟，身上也有自己需要的东西。王登再次开口，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给你1个亿，你可以用这些钱照顾你战友的后事，并且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另外，我替我弟弟的冲动向你道歉。我看着王登冷笑道：钱是好东西，但是买不来我兄弟的命，他们的命只能以血还血。武长、老杨、老家，你们看好了，我给你们报仇了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，哥救我！王统感觉到死亡气息，脸色苍白，喊道：我没有半点犹豫，猛然举起卫刀，狠狠刺入王统的脖子，犹如切菜一般，鲜血立刻从王统的脖子犹如泉水一般涌出。王统身体拼命的挣扎，口中发出呜的声音。这个混蛋怎么能敢当着上百人的面杀我？我这是要死了吗？我还有好多美好的生活没有享受，我还没有向哥哥证明自己，我怎么就死了？不，王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这样死了。他从小在哥哥的呵护下长大，心狠手辣，做事从来不计后果，因为不管自己惹出什么大麻烦，哥哥都能够帮自己摆平。可这一次自己竟然死在哥哥的面前，哥哥就算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救不了自己。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王登瞳孔猛然张开，手中的雪茄都掉了下来，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不计后果，当着自己面杀自己的弟弟。王登愤怒大喊：杀了他！立刻杀了他！100多个武装分子立刻举枪对着我准备射击，突然一支队伍从我身后冲了出去，哒哒哒，枪口对着天空喷出一道火射。谁他妈的敢开枪？一个怒吼声伴随着枪声响起，正是肖邦带着龙鳞突击队冲出来。肖邦急忙凑到我旁边看了一眼我的伤势，心中被震了一下，伤势太严重了。他不明白什么样的信念让我坚持到了现在，对方只不过是一个3个月的新卫。顿时肖邦浑身杀气的看着国境线下面那些人喊道：这里是燕国领土，你们敢开枪试试？杀无赦！这里是燕国领土，你们敢开枪试试？杀无赦！肖邦身后众士兵也跟着吼起来，一个个全副武装，枪口纷纷对准土坡下的武装分子。顿时这些武装分子在杀气腾腾的燕国卫队员面前害怕，没一人敢开枪。他们的目光不由得转向王登，然后又看向我这个疯狂的燕国卫队员。我盯着王登吼道：你现在知道自己亲人被杀的痛苦了吗？我就在这里，有种就过来！王登眼角不停的抽搐，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。王登的军师赶忙在王登的耳边提醒道：别冲动，不要招惹这些人，否则天涯海角都被追杀。冷静，我们还有机会报仇。最终王登深吸了一口气忍了下来，满是怒气的低吼道：尸体给我！我冷漠看着他，唰，手起刀落，直接割掉王统的脑袋。我操你祖宗！王登彻底激怒冲了过来，弟弟被杀了，还当着自己人的面，谁都受不了。子弹打在他前面的泥土上，王登停了下来。肖邦再次警告：这是燕国领土，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王登盯着我，犹如一头饿狼的冰冷眼神道：混蛋，我记住你了，这个仇我一定找你报！我提着王统的脑袋冷漠道：我也告诉你，你等着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走！王登怒吼，转头就走，很快就消失在边境。肖邦看着我道：你没事吧？下一刻，原本身躯犹如利剑一般的我直接倒在地上，一个虚弱的声音传入肖邦的耳朵里：我求你一件事，送我回哨所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再见兄弟们最后一面。肖邦一怔，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，他想的还是自己那些牺牲的战友。你现在必须接受治疗，否则求你了！肖邦心中猛然一颤，瞳孔微红，低吼道：送他回哨所，快！很快我被放到担架上，以最快的速度将我抬向哨所。经过1小时的时间，我以及史卫国、老杨、老姜等人尸体已经被抬回哨所。肖邦对我道：陈灵，哨所到了。原本半昏迷状态的我猛然睁开双眼，竟然从担架上爬下来，看着躺在前面的史卫国等人的尸体，我挣扎地跪在地上，将王统的人头重重砸在他们前面。部长、老杨、老姜，我给你们报仇了，总共16个凶手，我一个都没有让他们离开，这是他们头目的人头，我砍下来给你们祭拜。说完，我扑通一声便跌倒在地上。肖邦急忙冲过来吼道：快，立刻送去医院！随后我被抬上车，急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肖邦对着远去的车子敬礼，他好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了。小子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新卫。卫区总医院内，医生和护士都紧张忙碌着。助理护士道：医生，伤员的肌肉还是没法放松下来。主治医生眉头锁紧道：全身肌肉结实，竟然手术刀都刺不进去，连药水都无法让他放松。要是肌肉太过绷紧，强行将里面子弹取出，会形成很严重的2次伤害。主任医生束手无策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放松？助理医生想了一下，突然说道：不如让林雪护士进来试一试，她的歌声能让人放松。林雪是卫区总院最美的女护士，她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声音特别好听，特别是在唱歌的时候，能让心情烦躁的病人迅速安静下来。很快，助理医生就冲出手术室呼唤林雪。伤员精神无法放松，你唱歌试试吧，希望能有用。林雪急忙点了点头，跟着助理医生走进手术室。她看到我昏迷的躺在病床上，可是全身都在颤抖，身上鼓起的肌肉都是绷得紧紧。林雪开始清唱起来，悠扬甜美的声音带着一种空灵，让人听着特别的舒服。可是对我一点作用没有，我的身体依旧在不停颤抖，拳头一直握得紧紧的，表情狰狞，像是随时都可能失控的猛兽。主治医生看到这一幕，无奈的摇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此刻站在急救室外的肖邦等人急忙询问道：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他整个人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，
我们采取了许多种药物以及物理措施，都没法让他放松下来。如果不能尽快让他放松下来，便无法进行手术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？肖邦想了一下道：“让我来吧。”此时的林雪还在唱歌，她的歌声很温柔，很动听，可是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。肖邦走到我的跟前，握住我的手道：“没用的，他只听军歌。”随后他想了一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陈玲，你兄弟的仇报了。”林雪一直看着我，吃惊的看到我原本紧握的拳头竟然松开了。主治医生也惊讶的看着渐渐放松下来的我，立刻让人准备手术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足足过去1个小时，随之听到主治医生喊道：“立刻准备另外一张推床进来。”很快我被送到特殊病房，林雪负责照顾我。林雪看着沉睡中的我，帅气脸颊透着刚毅，完全看不到电视屏幕里的奶油小生一点样子。你是英雄。过了一会，主任医生拿着病历本走近，看着熟睡的我对林雪说道：“好好照顾他，他是卫队员，与敌人作战中受伤了，他是为了给自己战友报仇才会这么拼命。”林雪认真的点了点头，我一定照顾好他。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沉睡中的我有点迷糊的醒过来，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躺在病床上。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一个高兴的女声突然在我耳边响起，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护士背影向门口跑去，跑得很急，但是很好看。没过多久，肖邦等人走进病房，看到我醒了过来，彻底松了一口气，干巴巴的脸上露出雪白的牙齿道：“你小子可是睡了3天3夜了。”我下意识问道：“这么久，伍长他们已经安葬了，你放心，家里人也安顿了，全车人相送。你好好养伤。”我心中一阵刺痛，连伍长最后一面都没有去送，不由得握紧拳头。肖邦安慰道：“卫队员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这是光荣，我们不会忘记他们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。你杀死的人叫做王统，他的哥哥王登是国际要贩子。”接着肖邦接过辉林递过来的文件：“卫区首长来过，你为了救人违反了纪律，是首长那边帮你压下来了，加上你杀掉的要贩子也是通缉名单的人，所以上级特赦批准你荣立2等功，破格提为中尉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心不起来。如果这些能换回伍长他们的生命，我宁可不要。肖邦向前一步，将勋章放在我身边道：“你的伤势虽然严重，但还能痊愈，好好休养。出院后你可以去中队里直属的侦察百，那里有一份闲职。”我诧异道：“为什么是闲职？”肖邦摇头：“你的伤势是永久损伤，否则老子都想将你拉入龙鳞突击队，可惜啊。”我愣住了，肖邦的意思难道是我的身体已经废了？肖邦再次开口：“你中了3枪，胸口被贯穿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”我握拳道：“我还要杀死王登，他才是背后的 boss， 我想去龙牙。”肖邦摇头，无奈的叹息一声：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不行。但现在的我身负重伤，无法动，但是我有信心能恢复我的伤势。”面对肖邦拒绝我加入龙牙给战友报仇的请求，我再次张口：“首长，我能恢复我的伤势，我可以去龙牙，只要能报仇，加入你们龙鳞也行。”肖邦心里笑起来：“你小子说什么胡话？龙鳞突击队是什么地方？别说你身体重伤，能不能恢复到最初状态还是个问题。就算没有受伤，也未必过得了考核，岂能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？”但是肖邦经历过和我同样的痛苦，所以他比谁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。于是思考了一下，张口道：“这样吧，我与128中队的张中队长是战友，你可以去他那里，有机会可以参加龙牙选拔。”我点头：“谢谢首长。”肖邦摆手：“我会安排好，你安心养伤就行。”很快，肖邦带辉林等人离开病房，到了外面，辉林忍不住问道：“头不是直接招他进入龙鳞预备队吗？”肖邦摇头：“你不看他那个伤势检查报告，不可能恢复了。我这是安慰他。”辉林愣了一下，无奈叹息道：“这是卫队员的无奈，有时候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，可惜了，真是一个好苗子。”房间内，我一咬牙摘掉身上吊针，努力地撑起身体，起身下床，顿时身上的伤口传来一道道犹如撕裂般的疼痛，疼得我全身颤抖，额头冷汗连连。我咬着牙根做起俯卧撑，不管了，我要给伍长他们报仇，我要变得强大，1个小时内1000次俯卧撑，拼了！刹那间，伤口处立刻渗出鲜血，我咬牙坚持，发出一声声低吼：“变强，要变强！”脑中浮现的都是伍长老杨老将惨死的样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雪推着药品车推门进来，当她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都惊呆了。等林雪反应过来，眼眶中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他都伤成这样了，还在训练，为了什么？随即林雪着急地喊道：“陈玲，你不要做了，你的伤口还没好，快停下来，不然你会没命的。”我像是听不到一样，根本不理会他，继续疯狂地做着俯卧撑。林雪双眸通红，急忙去找主任医生：“主任，陈玲像疯了一样做俯卧撑，全身都是鲜血，我怎么说他都不听，您快去看看吧。”什么？林维明大吃一惊，急忙冲到特殊病房。他冲到我身边想要阻止我，可是当他蹲下来的时候，愕然地发现我做俯卧撑的时候伤口竟然止血。这种诡异的情况，林维明从医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。伴随着我沉重的呼吸声，完成俯卧撑的频率越来越快。林雪心中默默算了一下，频率竟然差不多3秒完成一次，一连串就做了几百个。他是在拼命吗？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足足1个小时。我突然感觉自己的筋骨比之前强大了许多，身上的力量比之前更大。顿时我脸上涌出一股说不出的喜悦。我有一种感觉，按照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，最少是常人2倍的身体素质。只要自己身体彻底恢复，自己就有机会为伍长他们报仇。此时林维明看着我一脸兴奋的样子，脸色一沉：“你搞什么？吓坏我了！林雪，赶紧给他做一个全身检查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周围还有人，于是赶忙说道：“这个医生，我只是想活动一下，憋得太久了。”主任医生和林雪都一脸诧异的看着我。啊，
他怎么运动还能加速身体康复？不科学，这很不科学。转眼1周后，接到通知的我从3号哨站直接调到东南卫区猛虎中队，担任警通百的副百长。在医院，林雪在给我做最后一次检查时说道：“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检查了，躺下吧。”我躺到床上，林雪解开衣服，仔细查我身体上的伤口。伤口恢复的都不错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不过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调养，有些病症年轻的时候感觉不出来，等上了年纪后才会体现出来。谢谢。这段时间都是林雪照顾自己。对于这个漂亮女护士姐姐，我还是有不小的好感。林雪听到我的话，莫名的感到一点失落。这些天她一直在刷有关我的新闻，知道了最近发生在边境的事情。林雪知道自己心动了，轻声自语道：“动心就追也没什么，否则他就飞了。”随后她一咬牙齿看向我：“有女朋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能交往吗？”我愣住了，我竟然被人表白了。我了解你的事情，你是一个孤儿，为了报仇才受伤了。听说你这辈子都无法举起枪，也不能参加特殊卫队员选拔，但我不在乎，我是护士也是医生。以后如果你受伤了，我可以照顾你；不开心了，我可以陪着你。所以我们能交往吗？我愣住了，没想到突然被人表白，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下。经过2周的相处，我知道林雪是什么人，善良温柔，是所有宅男心目中的女神。如果是在3个月前像林雪这样一个女孩向自己表白，我感觉自己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，肯定不会拒绝。但现在我犹豫了。经过这次战斗，我非常清楚，很有可能不知道哪一天，自己可能就是盖着国旗或者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回来，甚至是一件衣服都没有。那个时候他怎么办？我沉默着，一直到林雪检查完毕。现在谈这个不合时宜，对不起，很感谢你这样对我说，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，我无法保证你的幸福。林雪淡然一笑：“我送你吧。”她将我送到医院大门口，深吸一口，站在我的面前，郑重地说道：“我会接近你的世界，一定会成为你同一类人，你等着。”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再见。说完便转身向医院走去。我望着对方曼妙的倩影，沉默了片刻，随后转身离开。我没有直接去128中队报道，而是去车站坐车直奔伍长史卫国的老家。以前伍长跟我说过他老家的情况，我凭着模糊的记忆来到村子，向当地的老伯询问伍长的坟墓在哪里。哎，多好的一个人，说没就没了。老农提到伍长的时候，言语中说不出的惋惜。这是一片小松林，伍长便安葬在这里。我走到伍长的坟头，然后拧开一瓶白酒，淋在崭新的墓碑上。伍长，这是你平时最爱喝的烈酒，因为它够劲，就像卫队员身上的热血。我有点哽咽的声音，双眼早已经变得通红了。伍长，我给你报仇了。有人说我这辈子都当不了特殊卫队员，不过我一定会成为你最后带出来最骄傲的兵。我狠狠地灌了一口白酒，烈酒在流入喉咙的时候，犹如火烧一般的感觉，在流入肚子里像是燃烧了一般。我跪在坟头继续说道：“血债血还，我一定杀了王登，拿他的人头来祭奠你的英灵。”伍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女孩向我表白了，说真的，我挺开心的。你以前不是经常让我们多出去走走，这样才能找到女朋友？真被你说对了，我第一次进城就有女孩向我表白了。你说我的运气是不是特别好？不过我没同意。你要是知道，会不会说我傻呀？有这么好的姑娘送上来，你怎么不要？伍长，你是我来到这世界后最亲的人，你不仅是我的伍长，更是我的大哥。杀兄如杀父，血仇未报，我没资格去谈。另外，我没法保证能给她幸福，虽然她真的不错，但她不适合我。我喝一口烈酒，就给伍长的坟头倒一口。一座孤坟，一个年轻的卫队员，还有一瓶白酒。我在墓前足足待了1个上午，陪着伍长说话。我是一个孤儿，伍长把我当成自己亲人一样。可惜伍长走了，本来我还想去看望嫂子，但看看时间来不及了，便直接走出村子去了车站，心里打算等嫂子孩子生下来再来。今天是礼拜5，车站大厅排队等候的买票人排得老长，我排在队伍中。突然，一个神色焦虑的年轻人看着手机的时间，犹豫几次，最后一咬牙，直接来到售票的窗口。这下排队的人一下子炸了，不能插队，有没有素质？年轻人，讲点道德，我们都在排队，凭什么你要插队？年轻人脸色通红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从口袋拿出一本证件递给售票员。我是卫队员，因为有急事，我能优先购票吗？我看旁边有窗口写着。听到这里，原本还有意见的乘客都沉默了，不少人眼中还带着崇拜眼神。卫队员同志，你要是有急事早说呀！我看你都等了那么久了，我们又不是不懂道理的人。谢谢，谢谢。然而，一个傲慢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来：“卫队员凭什么就能优先？”我眉头微微皱起，顺着声音望过去，看到一个满脸横肉、脖子挂着一条金灿灿的金链子的男子。这里都是一样，谁他妈的不急？你竟然是卫队员，不是要让给群众吗？这个年轻的卫队员脸色通红，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反驳。金链男子瞧对方差点说不出话，立刻兴奋起来：“卫队员不是应该让我们群众为我们群众服务？如果卫队员一个个都像你这样要优先，那不是完了？你不能优先，要优先也是给我才对，我比你更急。”突然，我铿锵有力的声音打断了金链男子的话：“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卫队员能优先。”金链男子仗着强壮高大的身体对眼前卫队员挑衅，但是被我手掌一压，他瞬间感觉像有几百斤的东西压下来，使得他动弹不了。可他哪里知道，我这个看起来不算强壮的身体，如今已经强化到常人3倍左右的身体素质。顿时金链大汉整张脸涨红的像打了鸡血一样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放开老子！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？你摊上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金链大汉可是这一代的地头蛇，手底下几10个小混混，平时走路都是横着走，看谁不顺眼直接过去揍一顿，知道他的人都不敢惹。今天他心血来潮
朝一个人出来溜达一下，所以身边没带小弟。在他眼中，卫队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无非就是穿着一身卫队服。现在又不是打仗的时候，那些人都是吃闲饭的。我单拎着对方走向那名年轻的卫队员跟前，对方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看不出来啊，这哥们力气太大了吧？单手啊，托起200斤，好像还没怎么用力。这太猛了，要是双手的话，岂不会400斤以上了？我拎着对方走到年轻卫队员前面说道：“你看清楚了。”说完轻声说一句：“得罪了。”年轻卫队员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我伸手一抓，将他身上的衣服扯开。周围的旅客一个个脸色大变，包括那名金链大汉也是如此。只见这名卫队员满身都是伤痕，狰狞的伤口，还有弹痕密布。我拉起年轻卫队员的手，这是一双粗糙无比的手，根本不是年轻人的手。我盯着金链大汉，你在他这个年纪在干什么？陪着女友逛街，在夜店潇洒，跟着家里的人要钱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在边境线站岗，在禁区穿行，守护着我们国家每一个人。没有他们，你能在这里逞威风吗？如果没有急事，你见过卫队员跟你抢过位置吗？我作为少尉，知道边防卫队很苦，他还是个年轻人，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。为什么愿意在那里承受各种煎熬？就因为卫队员2个字。周围的乘客心头都是一热，纷纷指责大汉，让卫队员先买票怎么了？我们国家有难的时候，哪一次不是卫队员挺身而出？当初我们赶洪水来了，是卫队员哥哥把我们连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你这个胖子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？亏你身上长那么多肉！金链子大汉见说不过对方，索性耍赖皮的开口喊道：“打人了，卫队员的打人了！卫队不是讲纪律地方吗？不是说搞团结吗？老子就说你打老子了，到时候事情闹大，说不定扒了他的卫队服，还让他给自己道歉。”我横眉一动，身上有一种杀气瞬间涌出，金链子大汉瞬间全身的汗毛陡然竖起来。妈呀，这小子身上怎么有这么重杀气？绝对杀过人！扑通，金链大汉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地上，一句话都不敢吭声了。这个时候，闻讯的2名执勤治安员疾步走了过来，询问情况后，直接将瑟瑟发抖的大汉带走。年轻卫队员向我敬礼，谢谢。我微笑的拍拍他的肩膀，去买票吧。能让一个卫队员想插队，肯定是紧急情况。我母亲出车祸了，正在抢救，错过了这个班次，我必须明天才能回去。我1年没回去，如果赶不及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看不到了。我叹息一声，想到了武长史卫国也是如此。卫队员保家卫国，最后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家人。年轻卫队员对着身后的人敬礼，买完票后身影便迅速的消失在入口处。大厅中每个人盯着卫队员优先5个字，一个父亲拉着自己孩子指着那几个大字道：“会念吗？”6、7岁的小男孩盯着那几个字，奶声奶气的一字一字说道：“卫队员优先。爸爸，我说的对吗？”父亲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没错，记住了，保护你们的都是这些可爱的人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在社会中体会优先，这是一种感恩。孩子，小男孩眨了眨明亮的眼睛。爸爸，我长大了也要当卫队员。对于一个6、7岁的小孩子来说，他还不懂这意味着什么，可是已经朦朦胧胧的感觉到了一些。我点了点头，眼神坚定起来。可爱的人很多，这是一群值得保护的人，他们都很善良。2个小时后，我走出车站，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来：“丁，符合签到条件，宿主是否签到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没想这里竟然触发签到条件。签到。丁，宿主签到魏王系统，获得极限越野技能。我心中大喜，极限越野是一门越野技能，能全方面提高速度、敏捷、爆发力等等身体进入最佳的移动状态。这个时候，广场上一名少尉小跑来到我跟前，立正敬礼道：“首长您好，请问您是不是陈陵中尉？我是128中队少尉陈勇。”“你好，我就是陈陵。”“首长辛苦了，我是来见您的。”“你赶时间吗？”陈勇愣了一下，赶忙说道：“报告首长，不赶时间，有什么事情请指示。”“我有个有趣的想法，你开车，我在后面跟着你跑，看看谁先到达营队。”陈勇一脸愕然地看着我：“我开车，你在后面跟着跑，这不合常理啊！第一次遇到有首长放着车不坐，要跟车子比赛跑。”可是他哪里知道我此刻的想法？我要报仇就必须变得更强，强到有足够的能力干掉王登。王登说过会派出更强的杀手来干掉自己，对方绝对不是开玩笑，所以我必须疯狂的训练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执行命令。是。陈勇大声回答，然后转身上了越野车，启动车子向前开去。我跟在越野车后面，发现这家伙开得比蜗牛还慢，忍不住啐了一句：“开快点，没吃饭吗？”陈勇嘴角抽搐一下，这都什么事？行，看你能跑多久。说着脚下猛踩油门，车子的速度提升到40。在我追着车子奔跑的时候，广场上人们注意到一个穿着卫队服的卫队员追着一辆越野车，顿时来了兴趣。跑得好快，这速度应该有40吧？赶紧拍下来，放到网上绝对火爆。随着我追着车跑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，仅仅5分钟的时间，转发分享的次数已经超过5000次，并且影响范围也在越来越大。陈勇通过后视镜看着依旧在奔跑的我，真的服气了。好家伙，一跑就是100米冲刺速度，跑了1个小时，路程超过40公里。钟队长这下肯定乐了，咱们团这次来了一个猛人。不断加强我自身的身体素质，我跟在陈勇车后以40迈的速度奔跑了2小时，最终气喘吁吁的来到128中队的大门口。此时张中队长早已带着128中队的人在门口等候，看到我的第一眼，一个个都愣住。这太夸张了吧？还真从车站跑到128中队，那可是45公里左右，这就是肖邦口中
废掉的人嘛。我们今年的新人和陈都没有他猛吧？张中队长，这小子的体力恐怖啊，根本就是100米冲刺少一点。张中队长心里乐开了花，肖邦8成不知道这小子恢复的这么好，否则他会舍得送给自己，还搭他的贝雷帽，有意思。一旁见此情景的陈勇也是满脸发懵，这么大阵仗只为了接一个中尉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卫区首长来视察工作。看来张中队长说的是真的，一人一刀干掉一群武装贩卖药品分子，这是来迎接英雄了。但陈勇脑子也是机灵的人，想清楚这一点后，快速向我介绍道：“首长，跟你介绍一下，前面第一个就是我们128中队的张中队长了，后面都是128中队的干部，都是来迎接你的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呼吸后，加快步伐走向张中队长等。报告队长，中尉陈灵前来报道，请指示。少熙，立正。他半眯着眼睛打量了我一番，年轻，身材矫健，阳光帅气，而且身上透着一股隐隐的杀气。这小子确实杀过人，他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卫了，能够感觉得出杀敌与没杀过敌的卫队员身上的不同。他点了点头，见我满身大汗，将手中的水杯递了过来。喝水，我的杯子，不嫌弃吧？身后的卫官都是对着我敬礼，年纪轻轻就有这样本事，不容易。不过他们看到张婷的杯子后，都龇牙微微笑了起来。老张还是老手段，每次来新干部，他都拿着他的专属杯子过来，请对方喝他喝过的口水，不想喝还不行。这个杯子跟我走上战场，被子弹打过3次，我每次都让人修好，只有硬汉才有资格喝我的杯子，你有这个资格？是。我接过来，一口喝光了里面的水，随后将杯子双手提给张中队长。谢谢首长。张中队长接过水杯，看着我，越看越满意，没有因为自己的夸奖而洋洋得意，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中队长而故意讨好。你的伤势没问题吗？肖邦跟我说非常严重。报告中队长，全部痊愈，我跑了45公里就是见证，能胜任任何工作。这么快就痊愈了？才过去2周。肖邦将我的身体情况都跟张中队长说了，伤得特别重，没有2、3个月根本出不了医院，而且就算是出院，身体也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正因为如此，无法满足特殊卫队员的身体素质要求，肖邦才无奈的放弃将我招入龙陵的打算。可是我现在的状态根本不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状态。肖邦啊，肖邦，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！这是废人，他要是废了，老子将自己的杯子生吞了。张中队长脸上保持平静，可是肚子早就笑开花了。这是给128中队送来的一个宝贝啊！肖邦跟我说了你的事情，你是好样的。按照肖邦的意思，我慎重的考虑过后，你到警统连担任文职工作，主要工作是协助排长搞好百队战士的思想工作，体力劳动少点，就是耗费一点精力。你是年轻人，精力旺盛，肯定没问题。报告首长，我需要参加训练。你脱掉衣服给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是。我立刻将湿漉漉的外衣和像被水浸泡一样的战术背心脱掉，顿时一副矫健的身躯出现在众人面前。经过3次强化后的身体，每一块肌肉棱角分明，充满一种流水线的美，而且还给人一种很强爆发力的既视感。至于身上的那些伤口，确实还存在，只是已经很淡了。当众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上半身，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古怪的神色，不约而同地看向张中队长。张中队长不会是忽悠我们吧？不说他2周前与贩卖药品分子激战，身受重伤，差点丢掉性命吗？这副强壮身体，身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伤疤，重伤在哪里？张中队长深呼吸，也不想那么多了，反正这小子不错，要是身体没有毛病，岂不是更好？这么好的一个苗子，打着灯笼都没法找。张中队长直接拍板了：可以，你可以参加训练，子弹管够。谢谢首长。不用那么拘谨，你来了我们128中队，就是我们128中队的人，以后只有一个目的，把自己实力提升上去，把我们卫队整体的作战能力提上去。你现在的职务是副排长，肩膀上的担子比排长还大，等你了解我们中队的情况，你就懂了。进来吧，我带你到处看看，熟悉这里的情况，以后这里就是你家。是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总算不用整天面对一堆文件和思想工作。此刻128中队的后翼200星卫正在休息，突然看到不远处张中队长带着我走了过去。嘿，那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中尉啊，竟然让中队长带着！看到没有，中队长还指指点点的向他介绍，要不是看职称，还以为他才是首长。这些星卫一个个诧异不已，纷纷猜测起我的身份。哼，十有八九是个关系户，你咋知道是关系户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我们中队长是上校，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尉老板他作陪，他有这么大面子吗？再说了，如果不是关系户，对方那个年纪能提到中尉，多半是什么将门子弟。好像是这个道理。王艳看向何晨，故意拉高了声音：都是将门子弟，怎么有些人就不懂得利用下？人和人啊，差距怎么那么大？何晨没搭理王艳这个二货，不过目光一直盯着我不放。靠裙带关系算什么本事？自己有真本事才是真本事。别那么多废话，统统给老子闭嘴！你们还有力气说话是吧？全体队友起来，绕着操场10圈。武长老达一副黑脸的走过来，一顿呵斥：武长，我们刚刚跑完10公里越野，又来，扛不住啊！武长，您通融一下，再休息一会，否则会死人。顿时一帮人鬼哭狼嚎的。哼，怕死是吧？怕死就闭嘴，安安静静，没人说你们是哑巴。是。众人都不吭声了，不过眼神一直都注意在张中队长和我那边。等众人沉默，老达走到抚训员周秀身边。抚训员跟中队长在一起的小子什么来头？达叔不清楚，但是看起来应该不是关系户。老达见张中队长带着我往自己的方向走来道：不会是进入我们后翼200吧？我们这里满了，安排一个中尉过来干什么？后翼连是对，目前是128中队天才的集中地，每一个进来的兵都是经过层层选拔。你问
我问谁去？你怎么不去问钟队长？你不是抚训员吗？级别比我高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你不是追张中队长的小姨子，消息肯定灵通。大叔，我尊重你，但你别扯淡。过了一会，张中队长带着我走过来，周秀立刻让老达整理队伍。报告钟队长，后羿200正在进行越野训练，请指示。张中队长回礼，然后指着我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从3号边防中队调过来的陈琳，担任警通百的副百长。你们后羿200以后给我小心点，别给警通百打趴了。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老达和周秀都仔细打量我，年纪轻轻，但是身上那股气息却是很强，这人绝不简单。不过队伍中的新援何晨、王艳等人看向我的时候，眼神中更多的是不服气。张中队长向我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后羿200抚训员周秀，这是2级军士长，代号老达。”我向前一步，立正敬礼。此刻张中队长目光落在何晨等人身上，看到他们那眼神就知道这些兔崽子想些什么。不过张中队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位，破格录取为副百长，直属警通百，不会进入后羿200，那个是新人待的地方。我眉头微微一皱，不对劲，怎么感觉张中队长在给我拉仇恨？果然，张中队长一句话，后羿200的人脑子都炸开了。原本他们对我年纪轻轻直接升到中尉副百都有点服气，现在不是直接说他们后羿200都是菜鸟吗？张中队长不理会后羿200的人怎么想，直接对我道：“走，去警通百。”说着把我拉走。等张中队长一走，后羿200的人一个个满脸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眼神直直的看着抚训员周秀。周秀脸色一沉，吼道：“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全部队友20公里拉练，跑不完下午谁都不许吃饭。”在后羿200全体拉练的时候，张中队长带着我来到警通百。到了警通百，我才知道百长刚被调走，也就是说警通百我最大。张中队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基本情况我都跟你说了，这2天你先熟悉一下，到时候我再具体安排。你先去宿舍休息吧，我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另外后勤保障那里我也打过招呼了，子弹管够。”谢谢钟队长。不用客气，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，去吧。我向张中队长敬礼，转身去了百部安排的宿舍。这是一间30多平米的单身宿舍，床铺书桌都干净整洁。我稍微整理一下后，从行李箱里拿出自己和伍长、老杨、老姜的合照。照片上，我像是一个被宠得没心没肺的孩子，笑得特别灿烂。伍长、老杨、老姜，我进入龙牙了。虽然还没有成为特殊卫队员，但是我一定会变得更强。我不会给你们丢脸，一定。3号哨所的人去留肝胆2昆仑。